Hi,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这几天天气非常的不稳定，大家过得还好吗？上一回我们介绍完那个 The Dark Mansion Tarot，黑暗官邸塔罗牌之后呢，我有一位美国的朋友是在社团里头认识的，她叫 Tina，她刚好跟我同样有今天我要介绍这副牌，那我答应她，我要来做这副牌的开箱哦。那这副牌其实我已经买它好一阵子了，但是它一直放在我的那个柜子里头，我一直还没打开它。可是有一次在看那个 Tina 的直播的时候，发现她竟然在使用这副牌，然后我就非常的开心，然后跟她分享说，我有这副牌这样子。那这个塔罗牌的名称呢，叫做Sun and Moon Tarot，就是日月塔罗牌哦，很简单。它是Vanessa，这个我不确定是 Decor 还是 Decor，但它好像不是美国人，不是英国人之类的哦。那这副牌它是由那个美国游戏公司 US Games 发行的哦。这副牌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我以往所介绍过的塔罗牌，它们都是属于韦特系统。那今天这个 Sun and Moon Tarot，它其实是比较偏向托特系统哦。托特系统它是塔罗牌三大系统之一，分别是马赛、托特还有韦特。那在历史的文献当中，最早出现的是马赛系统的塔罗牌，托特跟韦特呢是后来才慢慢发展出来的。因为在19、20世纪那个时候啊，神秘学研究的兴起哦，其中一个最有名的社团就叫做金色黎明会。好，那我们就赶快来开箱吧。这个盒子拆开之后，里面还有一层塑胶膜。有时候我在买那个美国游戏公司，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工厂品管的关系，所以我收到牌啊，偶尔会看到那种外盒也没有塑胶封膜，那里面呢也没有塑胶封膜，我都怀疑说，哇，那个到底是有没有人家使用过还是怎么样？好，那我们就再来开第二层膜。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近代才发展出来的两个塔罗牌系统，韦特跟托特。那这个韦特系统它的研发人呢，他就叫做莱德韦特哦。不过这个托特塔罗牌它的创始人他并不叫托特哦，他是一位由叫做Aleister Crowley 亚莱斯特克劳利的人所设计出来的。据说这个克劳利呢，他因为后来跟这个金色黎明会的理念不合，所以他就退出这个社团了。不过因为他实在是一个神秘学的一个奇才哦，所以后来他还是研发出了这套托特塔罗牌哦。托特呢，他其实是一位古埃及神话里头的一个神哦。那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图片哦，托特就是长这个样子，就是人的身体，然后好像是老鹰的头之类的吧。那他在古埃及神话里头呢，他是智慧之神，而且据说古埃及的文字就是托特所发明的哦。那在图片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只狒狒跟侏儒哦，这两个动物它都是这个智慧之神托特它的代表性的动物哦。好，那么我们就赶快来看看这个 Sun and Moon Tarot 里头的内容吧。首先它一样也是有附上这个白皮书的说明小册子哦，那它只有英文的这个版本。好，那这就是 Sun and Moon Tarot 它的牌背的设计。那这是一朵非常漂亮的曼陀罗花。那曼陀罗呢，它在梵文里头呢叫做 Mandala 意思是本质跟遏制这两个意思加在一起，那最后延伸出圆周长、圆满或者是完成等等这样的意思哦。那这个曼陀罗它是比较简单的神圣几何图形由中心然后向外扩张，那最后就是发展成一个圆形的样子啊。这个图案呢，我们最常可以在印度教或者是佛教里头可以看到哦。那一般来说，印度教的曼陀罗大部分都是长得比较像花的样子哦，而且是上下左右对称这样子。那么在佛教里头呢，特别是藏传佛教里头，比
较常见。它最初呢是叫唐卡，唐卡它最早的样子并没有上下左右对称的概念，可是它结合了印度的这个曼陀罗之后，它也就发展成就是上下左右对称，然后并且是可能是圆形，或者是里面是圆形，外面是方形这样子的构图的设计哦。那么其实这个曼陀罗真的要广义的来讲的话，在很多的文化里头，或者是甚至于宗教里头，都有类似的东西哦。像中国的太极这个太极呢，它就是一种曼陀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案上它就是从最基础的几何图形所排列出来的太极然后呢，它也很像那个黄金比例，有没有？就是那个海螺那个黄金比例那最后形成的就是八卦这样子的图像。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就是生命种子跟生命之花。凡是这种由简单基础的几何图形为单位，然后排列出来的这种左右上下对称的特别是圆形这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称它为曼陀罗哦。好，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牌卡本人吧。好，这一样是一张资讯卡，然后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卡，关于作者。好，那我们先摆到一边。好，一样我们先由大阿尔克纳 Major Arcana 开始哦。第一张是愚者的 Fool。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愚者，他看起来跟那个韦特尔的系统还蛮像的，没有差很多。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愚者呢，他身后背的这个权杖它其实就是Hermes 的权杖就是那个希腊的那个幸财之神那它就是权杖就是长这样，有2条蛇缠绕着，然后上面有翅膀托特的这个神就是类比到 Hermes 那边去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右下角这边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那希伯来文的字母刚好是22个那它正好呢，也一个一个对应到这个大阿尔克纳牌的22张里头这是它第一个那拉丁的那个念法，字母的念法就是叫做Alpha。第二张 The Magician， 这个魔术师呢，他非常的酷他打着一个好像非洲鼓的东西，不过在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魔术师他正在施展他的法力那他这里有一个圣杯，那这个权杖呢上面有一个阿努比斯他是古埃及神话里头的死神的头然后以及呢这个宝剑，这个宝剑呢它这个上面这个是荷鲁斯之眼这应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然后在这个圆的外围呢这是12星座的符号那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有这个无限大的符号之外，这边竟然是一个太极的符号那太极就是一个非常东方很中国的一个符号，所以这个牌它真的是结合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这个是希伯来文第2个字母拉丁文的念法叫做beta所以这一样是4个元素风火水土以及12星座还有无限大跟中国的这个太极的符号。那这条蛇呢围成一个圆圈圈，它象征的是一个永恒那这只猴子或者是像狒狒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托特这个神它的代表性动物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这个女祭司跟传统韦特的女祭司长得就蛮类似的她一样是站在一黑一白的2个柱子中间那前面呢有一本象征着智慧跟真理之书只不过它不是握在女祭司的手里头上呢这边一样有残月有人说呢这个一黑一白的柱子其实就是耶路撒冷那个所罗门神殿门前的2根柱子那它分别叫做 Boaz 跟 Jachin Boaz 呢是稳定牢固的意思那Jachin 呢是力量还有坚强的意思我们在传统的韦特塔罗那个女祭司里面可以看到在柱子上面呢一边写着 B 一边写着 J， 其实就是这个Boaz 跟 Jachin 这2个字的字头的字母
好，那这两个柱子呢，一黑一白，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了，它们就是两个相对应的能量哦，可能是阴阳或者是刚柔等等哦。好，那在这个门的上面呢，这一样有希伯来文的字母第3个哦，叫做伽马。The Empress 女皇。这个女皇她怀着身孕哦，然后坐在这个弯月上面，这也是一个阴性能量的卡牌哦。那这个女皇她坐在森林里头哈，那周围呢有一些动物围绕着她啊。那么她手中呢握着是一个水晶的地球啊。那希伯来的字母第4个在这边呢叫做 Delta。The Emperor。这个皇帝呢，他坐在皇位上，那太阳升起来了，那这个太阳是阳性的能量。前面这边有一只绵羊哦，这个是代表皇帝他连结的星座牡羊座。那在这个盾牌上面呢，有2只凤凰它跟刚刚这个女皇一样哦，手里拿的是一个地球只不过她拿的是一个真实的地球那女皇她拿的是一个水晶的地球。那同样呢，在这个左下角也有希伯来文的字母，不过接下来它那个字母我真的不会念了，所以我就不再去念它各位可以就是找找看每一张牌它的希伯来文的字母是在哪个地方哦。The Hierophant 祭司这个祭司有点像佛陀坐在那个菩提树下的感觉好，那这边一头牛呢？就是代表祭司他所连接的星座金牛座。那他的衣服上面有一个6芒星这个是大卫之星。好，那希伯来文字母在这边The Lovers 恋人这个恋人呢，他跟传统韦特的恋人也是差不多的不过呢，不一样的地方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有4个元素女孩的手里拿的是圣杯它是水元素。男孩手中握着这个宝剑是风元素那么这个小男孩他拿的权杖这是火元素，以及这个小女孩她拿的是花朵，这是土元素那么底下这个有一只狮子跟老鹰，中间这个叫做宇宙蛋这个宇宙蛋它最早是出现在古印度的神话吠陀神话里头他们相信呢，在世界还没有生成之前宇宙是一个混沌的样子就像它这个蛋里头就是这个宇宙蛋，后来那个蛋破裂了才产生了宇宙，产生了世界万物等等那除了在这个印度古文明呢，还有古希腊跟古埃及这2个古文明里头，一样也可以看到这类似的东西，甚至于中国也有那中国的这个像宇宙蛋的东西就是太极我们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然后四象再生八卦嘛。所以太极呢，在中国文化的思想里头他认为就是世界万物最初的一个原始本质的样子。所以在这个4大古文明里头都有类似的东西。那上头这个爱神丘比特呢，他正在给这对爱侣祝福那希伯来文的字母在这边。The Chariot 战车在这个战士的衣服上面呢有这张牌对应的星座就是巨蟹座那拉着战车的呢，不是2匹马，也不是2只狮子，而是一黑一白的2头牛。那很特别的呢是这个战士他手里拿的盾牌它是一个玛雅文化的盾牌这个符号它叫做Hunabku它的意思呢是唯一的神的意思好，那么希伯来文的字母在这边。Justice 正义这个正义呢很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秤砣不再是由正义女神拿在手里而是从天空上垂挂下来那中间这边有一个太极一样又是2个必须要平衡的能量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秤砣上面一边是阿法，一边是欧米伽这正好就是希伯来文字母的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所以这也是代表一个完满结束这样子的意思。
那这边我要再说一样东西哦，很不同的地方之一呢，就是这张正义，它是8号牌，可是其实在传统韦特呢，这个8号呢其实是力量它并不是正义牌。可是托特系统的塔罗牌以及马赛系统的塔罗牌呢，8号牌都是正义，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一样可以证明说，这副牌它是比较接近托特系统的哦。The Hermit 隐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隐者呢，他一手拿着这个沙漏，一手呢拿着这个类似像权杖，这权杖上面有挂着一盏灯，还有一个像是印度苦行僧的那个鼓哦，那这个沙漏代表就是智慧，因为时间跟经验的累积会让我们获得智慧那这个鼓呢跟这个灯当然就是给他指引方向那最后我们要来看这张牌呢，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并不像其他牌一样用的是希伯来的字母，它是用一个梵文的字哦。这个字呢念作 Om，它是在佛经里头或者是印度教的经典里头的种子字，也就是在经文最前面会出现的这个字哦，类似像一个发语词。但是它是有意思的哦，它是代表佛或者是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梵文的字母那它最早呢是出现在印度的经典吠陀经里面。那这个字呢，在吠陀经的传统里头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字因为呢印度教的人他们相信这个 Om 呢是宇宙中第一个出现的声音，而且呢在这个 Om 这个声音的震动里头呢就产生了世界的万物那么在印度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教徒他们会在门口贴上这个字那贴上这个字呢，就是有保家宅平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在。Wheel of Fortune 命运之轮。那在中间这个轮子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希伯来文的字母，还有4个英文字母，也是拉丁字母所组成的。这个拉丁字母其实很有趣大家注意看它如果是顺时钟这样看，就是 Tarot， 就是塔罗牌。可是呢，如果我们从这个 R 这边开始，最底下的这样子看过去它叫做 Rota。Rota 就是拉丁文的轮子的意思轮转、旋转等等就非常符合这个命运之轮。那如果我们从 O 这个字母9点钟这边，然后逆时钟这样看，变成 Aura 的话，它又是拉丁文说话、沟通等等的意思。那再来呢，如果我们从 T 12点钟，然后逆时钟这样子看变成 Torah。Torah 呢，它是犹太教的法典它是一个犹太教的教义的核心用来制定犹太教徒的生活教育，甚至于法律等等的一个法典那这个法典我们又称它为摩西律法因为据说这个法典呢是由摩西他受领了上帝的十诫之后，然后写成的一个法典好，那最后我们从字母这个 A 3点钟这边开始看，好，逆时钟这样看过来，它要变成 Altar。Altar 呢是古埃及的一个女神叫做哈托尔女神。哈托尔女神呢有一个说法说她是太阳神荷鲁斯的妈妈，那另外一个说法是她是荷鲁斯的太太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它所对应到希腊罗马神话里头就是维纳斯所以它就是代表爱还有美的女神。那么上面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头人面狮身这个人面狮身呢，它是智慧的意思中间这个猴子呢，它代表的是一个弹性，因为它很擅长爬树嘛所以它的肢体是非常灵活的。那再来这个鳄鱼呢，你看它可以从其中一个齿轮跨到另外一个齿轮上所以它代表是一个创造力。Strength 力量那这个力量是因为少女她坐在一匹狼的背上然后手里拿着一朵花，脚上呢还有一条蛇缠绕着这个力量呢，它就跟韦特系统的力量很不一样韦特系统的力量通常是一个女孩她降服了一头狮子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这张力量卡它的号码是11号可
可是呢，在韦特系统的塔罗牌，力量一般都是8号啊，只有在马赛还有托特系统呢力量才会是在11号牌。好，那希伯来文的字母呢，在这个左下角这边。The Hangman 倒吊者，好，这个倒吊者一样是一个人，他倒挂在卡巴拉生命之树上面哦。不过呢，绑着他的脚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埃及的十字架。埃及十字架呢是上面一个圆圈圈，然后底下是一个十字这个造型哦。那这个十字架呢，我们称它为安卡或者是生命之符它代表的是永恒的意思那再来还有，我们如果把这张卡翻过来看的话呢，这个人他的姿势其实正好就是瑜伽的术士因此呢，这个倒吊者很显然他并不是在受惩罚，他是在修行是在磨练那么希伯来文的字母在右上角这边 ，Death 死神这个死神呢，它是一只凤凰那凤凰呢是火鸟，也是不死之鸟它会浴火重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题呢，除了 Death 之外，还有一个叫 Rebirth。这个 Rebirth 呢，就是从托特塔罗牌里头来的。在托特塔罗牌当中死神并不叫 Death， 它就叫 Rebirth因为死亡就是重生就如同这个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那希伯来文的字母呢，在正上方Temperance 节制，这张节制牌呢，跟韦特的节制牌就有点像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个天使拿着这个杯子是2个不同颜色的一黑一白。那他从白色的这个杯子呢倒水到黑色的这个杯子里头。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牌的背景特别去凸显了这个阴跟阳两极的这个能量那这同时也象征就是2个能量的融合那再来呢，就是它的标题叫做 Art 这个 Art 一样也是托特塔罗牌里头来的名称它就叫艺术为什么叫做艺术呢？因为在你经历了前面的这个衰亡之后那你得到了心灵层次的提升那这样子的转变呢，就如同是艺术一般好，那么右上角这个是希伯来文的字母。The Devil 恶魔恶魔呢是一张非常有趣的牌它的牌卡编号呢是15号那1加5就等于6号这个号是恋人牌，所以这张牌它跟恋人是相呼应的不过原来是丘比特的这个爱神呢，他在这里却变成了潘神潘神在希腊罗马神话里头是一个牧羊神那他也是一个恶魔或者是欲望的代表。那很有趣的是，这个潘神呢，他手上拿着却是Hermes 的权杖那这个恶魔他让这对爱侣困在这个蜘蛛网里头。那在这个女生的衣服上面呢，有一只荷鲁斯之眼这个荷鲁斯之眼呢，是这个恶魔所透过的眼睛要让这对男女呢，他们没有办法抗拒没有办法离开彼此产生一种非常上瘾那样子的幻觉等等那么希伯来文的字母呢一样是在上方这边。The Tower 塔这个塔呢是圣经故事里面那个巴别塔据说那个时候呢是人类对自己的能力感到很自满，他们相信呢凭着自己的技术可以把建筑越盖越高，然后呢就直达天堂那上帝为了要惩罚这群过度自满的人类，所以呢就让这个巴别塔里头所有的人呢开始说出不同的话语那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沟通，这也就是不同的语言所产生的故事那再来呢，这个上帝他还劈了一道闪电把这个塔击毁那上面这边有一个埃及的荷鲁斯之眼，这也是一种不同宗教文化的一个结合那这个荷鲁斯呢，也有人说他就是拉就是这个太阳神
它的头也是一个老鹰的头哦，所以这个荷鲁斯之眼呢，我们又叫它鹰头神之眼啊。那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全知之眼哦。那这张卡呢，它用这个荷鲁斯的这个全知之眼来代表上帝的眼睛啊。那右下角这个是希伯来文字母 The Star 星星。这张牌它非常的特别哦。我们仔细看这个星星，它很像是六芒星啊，也就是大卫之星哦。不过认真看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立体的星星哦。这个立体的星星呢，叫做Merkaba 啊，就是梅尔卡巴哦。那这个 Merkaba 在希伯来文里头，它3个音节，那个 Mer 是指光的意思啊，那卡是精神。那 Ba 呢是灵魂啊，就是光、精神跟灵魂啊，这3个东西啊。那这个 Merkaba 梅尔卡巴它是一个能量的场域哦，它是一个看不见的场域啊，它就像一个透明的一个气场包覆在我们人体的周围哦。好，那有人说呢，它是跟宇宙本源以及高我跟本我所连接的一个桥梁哦。有人认为这个梅尔卡巴它是可以透过静坐冥想来提升的一个能量磁场哦。那不论是这个平面的大卫之星也好，或者是立体的梅尔卡巴也好，它们都是从生命之花里头所构成的哦。所以这个神圣几何图形真的是非常的奥妙哦。那在这个牌卡的远方呢，这边有金字塔哦。那埃及这个吉萨的3座金字塔呢，它们竟然可以非常神奇的指向猎户座腰带的那3颗星星，而且竟然这个金字塔的位置呢，跟这3颗星星的位置是100%互相吻合的哦。因为古埃及人呢，他们相信他们的神明都是来自猎户座腰带上的这3颗星星哦。好，那左下角这边呢，一样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非常巧妙的在水底的岩石上哦。The Moon 月亮，这个月亮呢是月神戴安娜她坐在残月上面哦。那这个灯塔它代表的就是一个方向的指引哦。那这个灯塔旁边呢有2匹狼哦，这2匹狼是月神戴安娜的侍从啊。那底下这2条鱼呢，它们在受着月亮牵引的潮汐当中打转哦，仿佛就像是情绪的翻腾或者是挑战啊。那最下面这个是希伯来文的字母 The Sun 太阳。这是一个日正当中非常巨大的太阳在天空中。那太阳的中央呢，这是曼陀罗花周围还有12星座的符号。那这对男女呢，他们快乐的在向日葵田里头奔跑哦，他们背后都有翅膀哦，代表就是一种蜕变哦、成长或者是活力的象征哦。希伯来文的字母呢，非常巧妙的藏在这里哦。审判 judgment 这个审判呢跟韦特是几乎要一样的哦。天使吹着号角底下的人得到救赎哦。不同的是呢，这个审判有另外一个标题叫 The Eon。这个 The Eon 是永世万古，反正就是永垂不朽这样的意思哦。那这完完全全呢是托特塔罗牌的标题希伯来文字母呢在右上角。世界这个世界它并不叫做 The World， 它叫做 The Universe 这个也完全是托特塔罗牌的标题。在这个世界中，这个人物呢，他是印度神祇湿婆神那他也是破坏神。不过不要误会他不是那种蓄意要毁灭的那种破坏而是在印度教的思想哲学里的，他们相信任何的生命都是有周期循环的，有生就会有灭。因此呢，在世界呢就快要结束的时候，湿婆他就会出现，然后跳起这个毁灭之舞湿婆神这个姿态是非常具代表性的不论是在画作或者是雕刻里头呢，都可以常常看得到如果我们把这张牌呢把它横着转过来的话这看起来
就是一只眼睛。那同样呢，这张牌它周边也是有老鹰、牛、狮子，然后这是一头怪兽哦，它们分别代表就是风、火、水、土。那么希伯来文的字母呢就在正上方。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小阿尔克纳牌 （Minor Arcana） 啊。第一个是宝剑牌组，那宝剑牌组是风元素哦，它这边有标注了这个就是风元素的符号。那我们就接着一张一张来看哦。宝剑2，刚刚有提到呢，这是托特塔罗牌的系统啊，所以除了一般的标题之外呢，这上面还列出了托特塔罗牌的标题哦，所以这个宝剑2它是 peace 平和。宝剑3 sorrow 哀伤。宝剑4 truth 就是休战。宝剑5 defeat 打败击败。宝剑6 science 科学。宝剑7 futility 这是徒劳无用。宝剑8 interference 干扰阻碍。宝剑9 cruelty 这是残酷。宝剑10 ruin 毁灭。在托特塔罗牌里头呢，并不是什么侍从骑士哦，那他的侍从是公主，所以是宝剑公主。那原来的骑士呢，变成了王子，所以这是宝剑王子。宝剑皇后。宝剑国王。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圣杯牌组哦。那圣杯牌组因为它是水元素，所以我们在每一张牌卡上面也都会看到这个水元素哦。那这个圣杯1呢，它还有一个爱心，所以代表说水元素是我们的情感或者是情绪。圣杯2爱。圣杯3 abundance 富足。圣杯4 luxury 奢华。圣杯5 disappointment 失望。圣杯6 pleasure 欢愉。圣杯7 debauch 沉沦。圣杯8 indolence 怠惰。圣杯9 happiness 快乐。圣杯10 satiety 饱足。圣杯公主。圣杯王子。圣杯皇后。圣杯国王。接着我们要看的是权杖牌组哦。权杖牌组它是火元素火元素的符号就长这个样子那这是权杖1。权杖2 dominion 统御。权杖3 virtue
权杖4 completion 完整，权杖5 strife 竞争，权杖6 victory 胜利，权杖7 valor 勇气，权杖8 swiftness 迅捷，权杖9 strength 力量，权杖10 oppression 压迫，权杖公主，权杖王子，权杖皇后，权杖国王。好，接着是最后一个牌组了，金币牌组。那金币牌组它是土元素哦，就是土元素的符号。金币1，这个金币1很漂亮，它是立体的生命之花哦。金币2 change 改变，金币3 works 工作。这里结合了3个东西哦，这个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玛雅的胡纳古那这个是六芒星这就是那个神圣几何图腾生命之花或生命种子那个系列的哦。那在这边这个是中国的寿字他们3个都是曼陀罗。金币4 power 权力，金币5 worry 担忧，金币6 success 成功，金币7 failure 失败，金币8 prudence 谨慎，金币9 gain 获益，金币10 wealth 富裕，金币公主，金币王子，金币皇后，金币国王，这副日月塔罗牌呢 Sun and Moon Tarot， 如果你要叫它阴阳塔罗牌，我想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吧。那因为它是比较偏托特系统的，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呢，它结合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元素哦，有占星啦，犹太教的卡巴拉啦，甚至于还有中国的易经啊，等等。那在宗教上呢，有犹太教啊、基督教啊、有印度教啊、有佛教啊，甚至于还有道教啊，很多哦。那还有许多的神秘学符号啊、神圣几何学的图腾啊，还有甚至于数字学、生命灵数等等这类的。所以这是一副资讯量非常大的塔罗牌哦。不过还好，因为它也有不少
韦特系统的图案，所以如果说参照它的那个图案呢，那用直觉的方式去解读的话，其实也不会到爆炸困难的地步啦。而且我认为那些托特的标题啊，其实你除了把它当成标题来看待，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关键字哦。好，那当然在排义上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异，不过其实不会很大哦。它比使用标准的托特塔罗牌来说，还要容易的许多了哦。那这副塔罗牌呢，我手上这个是标准尺寸哦，那它是纸盒版的啊，它同时有另外贩售那个比较稍微小一点的尺寸哦，它是装在铁盒版里头。那铁盒版呢，它的边框跟这个纸盒版的不太一样哦，它是黑色的边框。所以如果你喜欢这副牌的话，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你是要标准的尺寸，还是你是要铁盒的尺寸，然后并且它是黑色边框的哦。那如果说你对托特塔罗牌有兴趣的话，我认为这是一副蛮值得当做是一个初阶学习的塔罗牌哦，因为它可以慢慢的让你从韦特然后衔接到托特上去哦。那我觉得这部塔罗牌的画风就是蛮可爱的，属于比较卡通式，不过它也没有到一个太超过的那种可爱啦，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哦。那最吸引我的地方当然就是因为它融合了很多不同的民族啊、文化跟宗教等等哦，这些都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主题哦。好，那今天呢，我这个日月塔罗牌呢就介绍到这边。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别忘了给我按一个赞哦。那如果说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赶快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订阅按钮，并且呢把我的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还有你的家人。当然呢，我也会很乐意看到你的留言跟意见等等哦。好，那下一支影片再见喽，拜拜。